女人临盆在即，可心机的丫鬟却趁机爬上丈夫的床。奇怪的是，女人知道后非但不生气，还将她抬做姨娘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和我一起服侍五爷。为了照顾她的起居，丹阳将她的好姐妹赐给她做贴身丫鬟。小兰连忙跪在地上感谢丹阳的贴心，却不知这只是丹阳的一步棋。打发了一个小兰，又怎知没有下一个小兰？不久后，小蝶就和曾经同为婢女的蓝姨娘吵了起来，非常不服气她当上主子的态度。四夫人给评评理，是五夫人让她来伺候我的，我不过就是说了她2句。他竟然还敢顶撞我！你明明是气五爷昨夜不肯留下来，你又不敢怪五爷，这才来找我的茬。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，看我今天非要好好收拾你！行了，吵够了没有？若闹出什么事，徐家家规可不留情面的。昔日的好姐妹彻底撕破了脸。聪明的十一娘很快猜出丹阳的心思，她就是想让小兰没有安宁日子。十一娘知道丹阳生性不坏，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，她想让丹阳跟五爷好好谈谈。可丹阳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。不久后，小蝶就因为嫉妒将小兰推入了水中。丹阳看到这一幕，立马就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蓝姨娘现在怎么样了？她是救不活了，死了？怎么会死了？受到惊吓的丹阳瞬间感觉腹痛不止。十一娘一边安排人去救蓝姨娘，一边赶过去看望丹阳。五爷得知妻子危在旦夕，要冲进去看她，可丹阳始终无法接受丈夫的背叛。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，你走！丹阳，哎呀，不行，不能让夫人昏过去，否则大小都保不住。快点！丹阳，你醒醒！夫人，丹阳！活了，蓝姨娘救回来了。丹阳，你听见没？蓝姨娘没有死。丹阳，你醒醒啊！丹阳。最终幸亏丹阳平安无事，顺利产下了一位小公子。为了解开丹阳和小兰的矛盾，十一娘告诉小兰是丹阳命人救了她。心怀愧疚的小兰最终向丹阳坦白了一切。原来五爷醉酒那日是小兰起了私心，才把五爷带回屋里。奴婢知道五爷喝醉了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所以奴婢才起了私心。奴婢如今还是完璧之身。丹阳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五爷。此时五爷正好赶来看望丹阳，夫妻二人的误会终于解开了。被骗的五爷要把2个婢女送往官府，但善良的丹阳觉得自己也有错，只是让五爷给他们一些银两离开徐家。夫人此举让五爷十分欣慰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的夫人是善良大度、通情达理、敢爱敢恨、国色天香的好夫人。而另一边的侯爷见五爷喜得一位小公子，名为感谢十一娘的付出，实则是满足自己的私心。为我生一个孩子。侯爷，你这是赏我还是赏你自己？好，那这样的话，生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。侯爷想让娇妻为自己生一支足球队，可是府中的小妾却看不惯他们伉俪情深，要想办法离间他们的感情。这天他刚好在院子里捡到一条帕子，一眼就认出了上边未绣完的荷花。此时夫人的丫鬟琥珀正着急寻找帕子，因为这条帕子是她姐姐留给她的，而秦姨娘手中正好有她正在找的另一半绣帕，那是之前先夫人的丫鬟碧玉留下的。我与小妹自幼失散，这绣帕是唯一能让我俩相认的物件。日后若姐姐遇到持另一方半朵绣帕的姑娘，还望姐姐替我善待她。碧玉，你真的是在天有灵，居然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给我送来这么一份大礼。琥珀是夫人最信任的丫鬟，秦姨娘准备好好利用琥珀，让她在整个侯府掀起一阵风浪。第二天，她就让琥珀来院中取花，却有意让琥珀看到童姨娘的那半条手帕。琥珀认出了手帕是自己的亲生姐姐之物，想调查当年姐姐死因的真相。秦姨娘顺理成章地帮她查清真相。为了博酒，请来了当年知道此事的陶妈妈，想办法让她将碧玉之事说出来。这当初先夫人不是怀了钟哥嘛，就无法与侯爷同房了。为了顾宠呢，先夫人呢就利用这个碧玉的妹妹做危险，然后让碧玉趁着侯爷喝醉了酒，偷偷爬上侯爷的床。侯爷第二天醒来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是不得已才收了碧玉做姨娘。后来不得宠的碧玉就抑郁而终，她本是因先夫人而死，可秦姨娘却话中有意地将此事引到侯爷身上，称童姨娘的死也与侯爷脱不了干系。如果侯爷当初不那么冷漠，能稍微关心她一点，总也不至于走上这种绝路。谁说不是呢？可你见侯爷对谁痴心重情过？琥珀为姐姐的死痛苦不已，同时开始担心起薄情的侯爷此后会不会伤害到十一娘。不久后，因为十一娘迟迟没有子嗣，太夫人准备给侯爷继续内妾，怎料却遭到侯爷的拒绝，因为他眼里心里只有十一娘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纳妾。但母亲的心意也不是你我能左右的，说到底，还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只希望你能顺心而活，一切有我。看着十一娘的日渐消沉，而太夫人又铁了心要给她内妾，琥珀担心主子会步自己姐姐的后尘。夫人待我宽厚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此折磨。如若待在徐家，就要忍受这般，那这荣华富贵不要也罢。
不如离开算了。哎呀，你小点声。过来。秦姨娘称自己看到十一娘的丫鬟冬青对侯爷颇有情意，如果她成为妾室，一定不会对十一娘构成威胁。紧接着，在琥珀的安排下，太夫人身边的人就在冬青的房间里搜出了侯爷的贴身衣物。太夫人一怒之下要将冬青发卖出去，十一娘想为冬青求情，却被驳回。秦姨娘见状，假装帮十一娘说情，称卖了冬青会伤了夫人情面，惩罚她可以想别的法子。事已至此，十一娘，我给你3日时间考虑：一，退出仙灵阁，帮着侯爷纳冬青为妾；二，按照徐家家规将冬青发卖出去。你自己选择吧。此后，十一娘因冬青一事茶饭不思，而冬青为了不让十一娘为难，请求主子把她抬为姨娘。我做了侯爷的妾以后，什么都不会跟您争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你说你爱慕侯爷？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我情难自禁，求夫人成全。十一娘听后震惊不已，冬青跟着自己从小长大，侯爷一旦纳她为妾，那他们就会因为爱上同一个男人永远有心结，还会为利益的相争而针锋相对。十一娘不敢再继续往下想，作为十一娘的事业粉，琥珀不想让她为爱困在这座深宅大院。如今太夫人不让她去仙灵阁抛头露面做生意，还逼着她给侯爷内妾，不如离开侯府自由自在的好。琥珀立刻安排她和欧雁行见面，商量离开事宜。我知道你心中另有一番天地，若就这么妥协，居于后院之中，你所有才华都将被埋没。如果你要离开侯府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是想尽我所能，帮你摆脱困局，从此以后天高任鸟飞。侯爷回到府中，到处找不到十一娘，得知他和情敌欧雁行私下见面，醋意大发的他怒斥十一娘认清自己身份。你能不能不要忘记你是永平侯夫人？你们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繁衍子嗣、管理家宅、对你们都言听计从的工具。这永平侯夫人，我不要也罢。你想干什么？离开永平侯府。侯府岂是你说离开就离开？侯爷莫不是忘了您曾经给过我一份和离书啊？见到妻子拿和离书相逼，侯爷立即下令将十一娘软禁在房中。琥珀因十一娘被禁足而着急不已，他恳求秦姨娘出手相助，却不知秦姨娘一直在利用他。要离开也不是不可以，可是你想清楚了，夫人一旦离开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夫人不会想再回来的。琥珀天真的想左右夫人的人生，督促十一娘签下了那份和离书。在秦姨娘的精心安排下，十一娘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侯府，欧雁行则在府外接应着二人。侯爷得知妻子离府快马加鞭地赶过来，想让他跟自己回去，妻子却不肯。正在这时，一支冷箭飞来，欧厉行率着大批人马准备截杀3人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安排的计划，利用秦姨娘离间他们夫妻感情，然后一箭3雕，彻底除掉他们。原来你想把我们3个都杀了，这么一来，十一娘就不能追查吕姨娘死因的真相，还可以除掉我这个欧家的死敌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替自己除掉和你争夺世子之位的弟弟，一举3得。十一娘的母亲果真是你杀的，你为何要杀她？见3人已经死到临头，欧厉行索性承认十一娘的母亲就是自己所杀，因为当初他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一切。随后他便下了杀令，怎料关键时刻侯爷的救兵赶到，因为他们夫妻早就识破了欧厉行的阴谋。你错就错在，竟然利用我身边的人。原来冬青和琥珀都是非常忠心于十一娘，他们最近反常的表现让他非常不解。经过调查才得知他们都被秦姨娘利用了。秦姨娘一心想要离间他们夫妻感情，却想不到他们团结一心，见招拆招。终于等到幕后主使欧厉行露出了底牌，他准备逃跑，却被侯爷一箭射中，彻底败露的秦姨娘被欧家赐了一杯毒酒。等到侯爷与十一娘赶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罗十一娘，你让我以为我可以养杰克，你让我以为生活又有了希望。可是这一切全是假的，我也不过是争权夺势的妻子罢了。十一娘一直为你争取，只是我另有打算。家中孩子都是二嫂教养，她才是最适合教导杰克的人选。二夫人高贵而自己卑贱，所以连个做母亲的资格也没有。看到秦姨娘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太夫人终于肯为当年的事情向她道歉，因为她一直很喜欢秦姨娘，才会抬她为妾，没想到会害了她一生。我不让你生庶长子，是因为怕你以后见了正室，他会为难你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害和委屈，我对不起你。侯爷知道是自己忽视了秦姨娘，紧接着也向她道歉。秦姨娘等了多少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句道歉。如今她与徐府也算是两不相欠了。十一娘知道秦姨娘心底苦，只是她为自己争取幸福的方式错，可她的幸福只能等到下辈子了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希望我找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再生几个可爱的孩子，我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娘亲。一入侯府深似海，日日孤单至天亮。侯爷因秦姨娘之死而愧疚不已，他对妾室们没有一点爱意，
却因为各种原因将他们娶进了门，造成了一桩桩的悲剧。如今侯爷身边只有十一娘一人，为了给徐家开枝散叶，太夫人令十一娘立刻退出仙灵阁，并要继续给侯爷那钱。但这次侯爷不再顺着母亲的意愿，他支持自己妻子继续搞事业。十一娘在仙灵阁救济灾民，传授技艺，让无家可归的灾民能有一技之长，还替朝廷解决了后顾之忧。这难道不也是为国为民吗？但仅仅是因为身为女子，就一定要墨守成规吗？不仅如此，侯爷拒绝再继续那钱。我不仅仅是您的儿子，也是十一娘的丈夫。徐灵仪在此立誓，一生永不纳妾。娘，四哥为光耀徐家门楣做出了多少牺牲？难道他就不能为自己的事情做一次选择吗？此时徐家人都站出来为十一娘说话，徐太夫人这才松了口，依着他们的意愿来。不久后，仙灵阁的绣品名扬海外，十一娘与简师傅成为了万千女子的骄傲，她的努力得到了圣上的信任，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。徐令仪认为这是十一娘应得的，可她深知这一切离不开丈夫的支持。若没有侯爷无私信任、坚定支持，十一娘哪怕拼尽全力，也将一事无成。徐令仪，谢谢你。